肉蒲团名气大得让很多人不好意思在书架上摆出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它就是古代第一禁书，是登不上台面的艳情读物。但如果你真的读进去，你会发现李渔在书页里藏了一把带毒的冷箭。他用最华丽的笔触写欲望，却在结局处用最残忍的方式把欲望拆了个底朝天。肉蒲团这3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肉是欲望的躯壳，蒲团是修禅的法器。当肉体变成了修行的垫子，这场关于极乐的追逐注定是一场通往深渊的赛跑。今天请你放下猎奇，带上一份自省，我们来看看那个自命风流的未央生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活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故事的主角未央生生得面如冠玉，才华横溢，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可他的志向不是科举，不是功名，而是2件事：娶天下第一佳人，睡遍天下美色。这里有一个非常《金瓶梅》式的切入点。未央生专程去拜访孤峰长老，不是为了求道，而是为了辩论。长老劝他，欲望是苦海，早早戒断才是正途。未央生却哈哈大笑，说出了一套听起来极其现代的歪理。他说，天地生人，便有男女之欲，若是强行戒断，便是违背天道。他还说，我如果不去享乐，那些美色岂不是白白荒废了？李渔在这里抛出了一个命题：如果你认为人生是一场单纯的享乐掠夺，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套逻辑带来的所有后果。未央生没有听进长老的半句话，转身离去，留下长老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藏着整部小说的结局。未央生走出禅院，心里装的全是自己的大志。可他转念一想，闺房之中靠的是真本事，自己虽有才貌，却觉得腰间本钱不够雄厚，恐怕难以征服天下佳人。这个念头一起，便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了日后一切妄为的开端。他辞别妻子玉香，对岳父铁飞道人说要出门游学，求取功名。岳父大喜，以为女婿终于收心上进，给足了盘缠妻子。玉香含泪送别，叮嘱他早去早回。未央生嘴上答应，心里却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他哪里是去游学，分明是借游学的名头，去各地猎艳，实现自己阅尽天下佳人的野心。出门前，他先去金陵找到了一位术士，名叫天际真人，以重金求得一门换根之术，取公狗的金剑。炮制之后嵌入体内，100日之后便能壮大异常。天际真人劝他，此事有伤天和，强行逆天改命，日后必损阳寿，造下恶业。未央生全然不听，只道能享尽风月，便是少活几年也甘愿。他以为自己拿到了通往极乐的钥匙，却不知道那是通往因果报应的单程票。100日之后，未央生伤愈，果然如天际真人所言，本钱壮大，自信心膨胀，便正式开始了他的猎艳之旅。他一路往西，来到陕西临潼县，在客店住下。推开窗户，便看见隔壁院里坐着一位年轻妇人，洗衣晒太阳，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
那妇人名叫艳芳，是本村农户全老师的妻子。全老师是个木讷的庄稼汉，一年到头只知道干活，半点风情也无。未央生得知情况，立刻找来法华庵的尼姑净慈从中牵线，又画了几幅春宫图，托净慈带给艳芳。艳芳本就对闺房之事心怀不满，见了画面红耳赤，心里早已动了。净慈从中传话，两人眉来眼去，终于在全老师外出的夜里私会。艳芳沉溺其中，死心塌地，对全老师的一切早已抛诸脑后。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全老师终于察觉了妻子的异常。他没有冲动发作，而是选择了忍耐。他忍得很深，也忍得很有目的。他打听清楚了未央生的来历，知道他是姑苏人，岳父是有名的理学素儒铁飞道人，家里有一位美貌的妻子，名叫玉香。全老师心里一个报复的计划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未央生察觉到风声不对，便趁机告别艳芳，说要去京城办事，日后接他。艳芳哭着目送他离去，把自己的私房钱也给了他。未央生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全老师变卖了家产，改名李小二，一路跑到姑苏，钻进了铁飞道人的家里，做了一个看园子的仆人。他老实勤快，少言寡语，很快赢得了铁飞道人的信任。暗地里他一直在观察玉香。玉香是个恪守妇道的女子，端庄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全老师等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从院子里的花草入手，嘘寒问暖，在玉香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玉香独守空房，丈夫杳无音信，父亲严厉刻板，心里的委屈与寂寞无处倾诉。日子久了，他对这个老实本分的仆人放下了戒心，甚至生出了一丝好感。全老师见时机成熟，便闯入玉香的卧房，跪在地上，哭诉爱慕之情，又把未央生在外面奸淫别人妻子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玉香闻言如遭雷击，又气又恨，又委屈又伤心，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全老师趁机上前温言安慰，玉香心神大乱，半推半就，终于落入了他的圈套。李渔在这里用了一个极其工整的对仗结构。未央生勾引了全老师的妻子，全老师便用同样的方式毁了未央生的妻子报应的逻辑，清晰的像一道数学题。两个家庭，两场沦落，因果循环，丝毫不爽。玉香后来发现自己怀孕，孩子是全老师的。她找全老师商量，全老师假意答应带她私奔，却在约定的前一夜留下一封信，悄悄消失了。信里写得明白，我本是陕西临潼的全老师，你的丈夫奸淫了我的妻子，我今日前来，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玉香看完信，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铁飞道人推门进来，捡起信，看完，气得浑身发抖。他一生清誉，最重名节，如今女儿做出这等事，他觉得奇耻大辱。他把玉香毒打一顿，锁进空房，最后花钱托人贩子把她远远卖掉，永远不许回姑苏。玉香就这样，从一个理学素儒的女儿，从一个才子的正妻，
被卖进了京城最大的妓院，改名花庙娘，成了院里的头牌。另一边，陕西的艳芳等不到未央生的消息，生下了他的孩子，又遭到回家后的全老师打骂，日子过得生不如死。没多久，艳芳便含恨病死，临终还喊着未央生的名字。全老师看着这个结局，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丝悔意。他毁了未央生的家，却也彻底毁了自己的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把孩子送给了旁人，把家产变卖一空，找了处寺庙，出家为僧。他走出的这一步，和后来的未央生竟是殊途同归。而未央生此时还在京城纵情享乐，全然不知命运的大网正在收紧。他在京城结识了2位富家公子，3人臭味相投，形成了一个混乱的风月圈子，把名门望族里的寂寞妇人一一玩弄。他以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当年的人生大志，以为自己是掌控一切的赢家。他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怡红院里等着他。这一日，他听说怡红院来了位头牌，名叫花庙娘，生得绝世容貌，气质端庄，又懂诗书，是京城难得一见的奇女子。未央生当即备了厚礼，兴致勃勃地前去。老鸨把人请出来，那女子低着头，步履轻盈，走到未央生面前，盈盈一拜。未央生让她抬起头，那张脸让他如遭雷击，浑身僵硬。眼前这个花庙娘是他的妻子玉香。这一刻，未央生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因果循环，丝毫不爽。玉香含泪把一切告诉了他，从全老师的报复，到父亲的驱逐，到被卖进妓院，日日接客，受尽屈辱。说完，玉香惨然一笑，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在外面奸淫别人的妻子，便害得别人的妻子沦落，也害得自己的妻子沦落。这就是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话音未落，玉香猛地挣开身边的丫鬟，一头撞在柱子上，鲜血直流，当场气绝。未央生站在血泊旁，浑身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起了孤峰长老的劝诫，想起了天际真人的警告，想起了艳芳临死前的呼唤，想起了自己当年意气风发说出的那些歪理。他追求了一辈子的极乐，到头来得到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与悔恨。未央生回到住处，把自己关了3天3夜，不吃不喝，把自己这一生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又一遍。他知道自己造下的恶业无法挽回，唯有遁入空门，才能赎清罪孽。他收拾行装，离开京城，一路往阔苍山而去，跪在孤峰长老面前，痛哭流涕，恳求剃度。孤峰长老叹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既已觉悟，便算不复慧根。”可未央生却摇了摇头，说这一生的罪孽，皆因当年那一刀起的贪念而来。若不割去这欲望之根，便永远断不了这条路。说完，他拿起戒刀，眼一闭，手起刀落，鲜血直流，人事不省。孤峰长老看着他，缓缓点头，说了2个字：“善哉。”未央生醒来，孤峰长老为他剃度，
赐法耗了空。从此，那个当年意气风发要取天下第一佳人，享尽人间极乐的未央生，就这样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一个苦修度化、了断姻缘的出家人。这部著作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艳情小说，核心在于李渔塑造的人物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而是有着复杂的人性弧光。未央生不是天生的恶人，他有才华，有慧根，只是被欲望裹挟，走向了极端。玉香不是天生的荡妇，她只是一个被礼教压抑、被命运裹挟的可怜女子。全老师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一个被伤害的受害者，在仇恨中走向了沉沦。铁飞道人不是天生的恶妇，他只是被礼教洗脑，最终变得迂腐冷酷。李渔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写死，他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命运里做出了那个最人性的选择，然后亲手走进了自己的结局。他用最禁忌的题材探讨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他用最极致的叙事传递了最朴素的人生道理。书里每一场欢愉都对应着后来的一场惨烈，每一次得到都埋下了日后失去的种子。而他留给世人的终极追问始终只有一个：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这个问题300年前没有答案，300年后依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李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他没有用说教来回答，而是用一个完整的因果闭环来回答。未央生的故事从禅院开始，在禅院结束开头。他意气风发地走出禅院，觉得长老的劝诫不过是迂腐之言。结尾，他跪在禅院门口，浑身是血，把自己当年费尽心思壮大的东西亲手割了去。这个首尾呼应不是巧合，是李渔精心设计的一把尺子。他用这把尺子量出了一个人从迷到悟，从狂到空的全部距离。李渔写这部书的时候，心里装的不是色情，而是一剂猛药。他在小说开篇的楔子里就说得明白，正言只能劝得君子，劝不得小人。唯有把纵欲的极致快乐和最终的惨烈报应写得入木三分，才能让那些沉迷欲海的人读完之后惊出一身冷汗，真正生出戒惧之心。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李渔不是在写一部让人兴奋的读物，他是在写一部让人后背发凉的警示录。他知道直接说欲望有害，没有人听。但如果你把欲望的甜头写得足够真实，再把欲望的代价写得足够惨烈，读者自然会在两者之间感受到那把冷剑的重量。这就是肉蒲团的高明之处，也是它能流传300余年的真正原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未央生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典型的人性弱点，就是把欲望的合理性和欲望的无限性混为一谈。他对孤峰长老说：天地生人，便有男女之欲，强行戒断便是违背天道。这句话本身没有错，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否认欲望的存在确实是一种虚伪。但未央生犯的错不是承认了欲望的存在，而是用欲望的合理性为欲望的无限膨胀找到了借口。他把欲望可以有偷换成了欲望可以无限要，这一步偷换才是他走向深渊的真正起点。
李渔在这里抛出了一个命题：承认欲望和被欲望吞噬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前者是人，后者是求。未央生以为自己是掌控欲望的人，却不知道，从他踏出禅院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是欲望的囚徒了。再看玉香这个人物，很多人读到玉香沦落风尘这段，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可怜。但如果再往深处想，你会发现李渔其实在玉香身上埋了另一层更冷的批判。玉香是理学素儒铁飞道人的女儿，从小读圣贤书，恪守妇道，端庄贤淑，是远近闻名的贤女。可这样一个被礼教塑造的完美的女子，在丈夫离家寂寞袭来的时刻，只需要全老师几次嘘寒问暖，便彻底溃败了。李渔在这里其实在说，礼教塑造的贤淑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定力，而不过是一层外壳。外壳之下，人性的本来面目从未消失过。铁飞道人用一生的礼教把女儿压得密不透风，最后却亲手把她推进了深渊。这是礼教的悲剧，也是压抑的代价。李渔没有直接批判礼教，却用玉香的命运把礼教的虚伪性写得入骨三分。再看全老师，他是这部书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物，却是最值得细想的一个。他是受害者，这一点毫无疑问。未央生勾引了他的妻子，毁了他的家，但他的报复方式是以恶制恶，用同样的手段把伤害转嫁给了另一个无辜的人。玉香并没有亏欠过全老师，她只是未央生的妻子。全老师毁了玉香，不过是在另一个无辜者身上复制了自己的伤痛。他以为这是一报还一报，却不知道这条报复的链条从来没有真正的终点，只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李渔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更深的命题：报复真的能让人得到解脱吗？全老师在报复完成之后，没有感到任何快意，只有悔意，最后出家为僧。他走的这一步和未央生的结局如出一辙，受害者和加害者在这部书里最终走向了同一条路。这不是巧合，这是李渔对仇恨无法救赎自己这一命题给出的最有力的回答。还有铁飞道人，这个人物往往被读者当成背景板，但他其实是这部书里最深刻的一面镜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礼教信徒，一生清誉，最重名节。可当女儿出事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不是自省，而是震怒，是维护自己的名声。他打了女儿，锁了女儿，最后花钱把女儿卖掉，只是为了让家丑不外扬。他觉得自己是在维护礼教，却不知道他才是玉香命运里最冷酷的那把刀。李渔没有给铁飞道人安排一个惨烈的结局，这反而更深刻。因为在现实里，那些用礼教把人逼上绝路的人，往往都活得好好的，甚至还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这才是最冷的讽刺。这部书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细节，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书里有两个人在故事的不同阶段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出家，一个是全老师，报复完成之后心灰意冷，遁入空门；一个是未央生，
妻子当面自尽之后，大彻大悟，剃度为僧。这两个人，一个是施害者，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主动作恶，一个是被动沉沦。但他们最终走向了同一个出口。鲤鱼在这里其实在说，无论你是伤害了别人，还是被别人伤害，只要你深陷欲望与仇恨的漩涡，你就永远出不来。唯一的出路不是报复，不是沉溺，而是放下。这个放下在书里被写成了出家剃度，但它真正指向的是一种更普遍的人生态度，承认自己的局限，接受因果的逻辑，不再执念于已经失去的东西。鲤鱼写肉蒲团是在明末清初那个礼教森严、人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那是一个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欲望横流的时代。上层士大夫标榜清高，私下里却是另一副面孔。普通百姓被礼教压抑，却又找不到正当的出口。鲤鱼看透了这个时代的虚伪，便选择了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来揭穿它，用欲望写欲望，用极致写极致，让所有人在这面镜子前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模样。他没有用道德说教，却比任何道德说教都更有力量。这就是肉蒲团真正的文学价值所在。300余年来，肉蒲团始终在查禁与流传中并行。有人说它是毒草，有人说它是警示书，争论从未停止。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是一部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作品。它以最禁忌的题材探讨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它用最极致的叙事传递了最朴素的人生道理。它不是色情，它是一剂猛药。猛药的味道确实刺鼻，甚至难以下咽，但猛药之后那一身冷汗才是鲤鱼真正想要你出的。他没有把人物塑造成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而是把每一个人的贪婪、软弱、仇恨与觉悟都写得入木三分，让你在读完之后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一句：如果是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这个问题才是肉蒲团留给每一个读者最沉的礼物。欲海无边，回头是岸。可回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未央生用割去欲望之根来证明自己的决心，那是小说里的极端选项。现实里，每个人面对的考验往往更隐蔽，也更漫长。他不会用一把刀来逼你做选择，他只会一点一点地用你自己的贪念，把你慢慢地带向你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深渊。而肉蒲团想告诉你的，不过是这样一句话：在走进深渊之前，先抬头看看那个一开始劝过你的声音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再往深处走一步。很多人读完肉蒲团记住的是未央生的荒诞，是玉香的惨烈，是全老师的报复。但有一个细节，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孤峰长老，这个在故事开头和结尾各出现一次的人物，才是鲤鱼真正的定海神针。他第一次出现是劝未央生回头，未央生不听，笑着走了。他第二次出现是接纳了那个浑身是血跪在门口的了空和尚。长老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没有冷嘲热讽，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了4个字：
回头是岸。鲤鱼在这里其实藏了一个极其温柔的信号，它告诉你，觉悟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哪怕你已经造下了无边的恶业，哪怕你已经把自己和身边所有人都推进了深渊，只要你真的回头了，那扇门依然是开着的。这不是廉价的安慰，这是鲤鱼对人性最深处那一点善根抱有的最后一丝温情。但温情之后，鲤鱼立刻用另一个细节把这份温情拉回了冷峻。未央生出家之后，孤峰长老圆寂，他成了古刹的住持，法号了空，一生苦修，度化了无数沉迷欲海的世人。听起来，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圆满结局。可你仔细想想，了空和尚度化的那些人，和当年的自己有什么区别？他在禅院里讲因果，讲色空，讲欲望的代价。台下坐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未央生，有人听进去了，有人笑着走出了禅院。这个循环，在鲤鱼的笔下，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孤峰长老劝不住未央生，了空和尚又能劝住几个人？鲤鱼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这个循环完整地呈现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感受那份沉重。这部书还有一个维度，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就是鲤鱼对美的态度。肉蒲团里几乎所有的女性人物都生得花容月貌，都有着各自的风情与魅力。艳芳的野性风情，玉香的端庄气质，湘云的京城贵气，花尘的成熟韵味。鲤鱼写这些女人，笔触极其细腻，极其温柔，甚至带着一种真正的欣赏与怜惜。但他笔下这些美丽的女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艳芳含恨而死，玉香自尽身亡，其余那些风月圈子里的妇人，也都落得各自的惨淡收场。鲤鱼在这里其实在说，美从来不是罪，错的不是美丽本身，错的是那些把美丽当成猎物的目光，和那个允许这种目光横行的时代。他用最温柔的笔触写了那些女人的美，又用最残忍的结局，把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吞噬写得触目惊心。这是肉蒲团里最深的一层悲悯，也是鲤鱼最少被人提及的一份人道主义情怀。我们把视野再拉远一些，鲤鱼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那是一个王朝更迭，礼崩乐坏的大时代，旧的秩序崩塌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末世的癫狂，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绝望与放纵。未央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里有太多的未央生，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顶着各种各样的名头，干着本质上一模一样的事情。鲤鱼把这个时代的疯狂压缩进了一个人的一生，让你在未央生的故事里看见那个时代的影子。所以肉蒲团不只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关于时代病的诊断书。鲤鱼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医生之一，他开的药方写在了这本书里，只是愿意认真读这张药方的人从来都不多。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未央生在出家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割去了自己当年花重金费尽心思壮大的东西。
这个细节表面上看是一种极端的忏悔方式，但鲤鱼的用意远比这更深。未央生当年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专门为欲望服务的工具。他那时候以为拥有了更强大的工具，就能掌控更多的快乐，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大志。结果呢，那个工具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真正的满足，反而成了他一切祸患的根源。他越壮大它，他就越反噬它。最后，他亲手割去了它，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罪，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用身体去追逐欲望，永远都是一条死路。鲤鱼在这里抛出了一个命题：真正的满足从来都不在身体里，而在心里。一个内心空洞的人，拥有再强大的身体，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囚笼。很多人读到这里，会问一个问题：鲤鱼自己真的相信这些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鲤鱼本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他一生放浪形骸，广交名流，家里养着戏班，自己也写了大量的风月文章。他绝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但正因为如此，他写出来的肉蒲团才有别于那些空洞的道德说教，才有那种真正穿透人心的力量。他不是在高台上俯视众生，他是站在人群里，和所有人一起凝视着那条通往深渊的路，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了这部警示录。他或许也曾经是某种程度上的未央生，所以他才能把未央生写得那么真实，那么入骨。一个从来没有被欲望烫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这让我想起书里的一句话，是孤峰长老说的，也是鲤鱼在全书结尾写下的：欲海无边，回头是岸。这8个字，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停下来想过它的人其实不多。欲海无边，说的是欲望没有终点，你以为满足了这一个，还有下一个在等着你。未央生找到了艳芳，又想要玉香，有了玉香，又想要香云，有了香云，又想要更多。他追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停下来，也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回头是岸。说的不是欲望有罪，而是说你需要在某一个时刻停下来，转身，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离自己出发的地方有多远，离那个最初的自己有多远。这个回头不是放弃，不是认输，而是一种真正的清醒。它需要比一往无前更大的勇气，因为一往无前是被欲望推着走，不需要你做什么决定，回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肉蒲团里有一个意象，贯穿全书，值得单独拿出来说，那就是根。未央生去找天寂真人，是为了壮大根。最后出家之前，他割去的也是根。鲤鱼用根这个字做了一个完整的隐喻。世间万物有根才能生长，但根扎在哪里，决定了你最终长成什么。未央生把自己的根扎进了欲望的土壤里，他以为那片土壤肥沃，却不知道那是一片沙漠。在沙漠里，根扎得越深，死得越彻底。而了空和尚最后把那个旧根割去，是为了在新的土壤里重新生长。这个意象
是鲤鱼给这部书埋下的最后一颗种子。他想告诉你，人是可以重新选择根扎在哪里的。问题只有一个，你愿不愿意承受那一刀的疼痛？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给肉蒲团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它不是色情小说。尽管他写了大量的情色内容，它不是道德说教。尽管它的结局指向了因果报应，它是一部关于人如何被自己内心的力量所塑造，又如何被同样的力量所摧毁的完整寓言。鲤鱼用未央生的故事告诉你，一个人可以有欲望，可以追求快乐，可以享受人生。但如果你把欲望当成人生的全部，如果你为了满足欲望不惜伤害他人，如果你用欲望的合理性为欲望的无限性背书，那么你终将在自己亲手织就的网里无处可逃。这不是惩罚，这是逻辑。就像鲤鱼在蝎子里说的那样，因果循环丝毫不爽，不爽不是愤怒的意思，而是分毫不差的意思。你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这个逻辑300年前成立，300年后依然成立。所以当有人问你肉蒲团是什么，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一部用欲望写欲望的书，是一部用极致来解构极致的书，是一部让你在最放纵的叙事里感受到最彻骨的清醒的书。鲤鱼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叫绝后禅。绝后是斩断欲望之根的意思，禅是觉悟的意思。把这2个字放在一起，你就明白了鲤鱼真正想说的话。真正的觉悟需要你先斩断那个最深处的执念，而那个执念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肉蒲团给世人留下的终极追问，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故事，他问的是你自己。你内心深处那片欲望的沙漠究竟有多大？你扎在那里的根究竟有多深？而你究竟什么时候愿意拿起那把刀？